马歇尔计划，一场美欧双赢。美国赢得不能再赢，苏联彻底输麻了的战略布局。马歇尔计划官方名称是欧洲复兴计划，专门用来帮助欧洲从二战战火中恢复元气。在国际政治里，从来都是利益优先，没有单纯的友情可言。美国这次的援助可远不止随手送点东西。整个计划期间，美国给欧洲的援助总额超130亿美元，换算到现在约合2400亿美元，而且这其中90%都是无偿提供的。二战结束后，欧洲满目疮痍，急着重建，这点不用多讲。咱们重点看美国的情况。二战前期，美国靠租借法案给盟国送物资。珍珠港事件后，美国直接参战。战争偏后勤，美国工厂全面开工，不仅解决了就业，失业率几乎归零，企业也盈利丰厚。可战争一结束，美国工厂停不下来，又因美国奉行小政府，管不了企业生产，强行减产会引发失业，生产过剩成了美国的大麻烦。生产过剩不只是东西造多了，而是供给远大于需求。正常经济循环是生产、销售、盈利，再投资，一旦过剩，循环就会断裂，企业要么滞销，要么低价亏本，只能裁员。老百姓没钱消费会进一步加剧危机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历史上2次世界大战均与此相关。解决办法只有开源和节流。节流不现实，美国只能开拓新市场。当时亚非拉国家又穷又没独立，消化不了美国商品，欧洲就成了目标。欧洲自身也难，工业近乎瘫痪。德国鲁尔工业区开工率不到 10%， 法国电力仅为战前 40%， 农作物欠收。1946年冬天，欧洲比常年冷5到8度，老百姓缺粮缺煤，动物叫价。更危险的是政治危机，左翼力量崛起。1947年4月，法国共产党地方选举得票超 30%， 还发动了1个月的铁路罢工。意大利共产党联合社会党提出土地改革、工业国有化，支持率接近 40%， 这让美国和欧洲都慌了，立马想到了苏联。1947年，苏联援助欧洲共产党，典型的就是支持希腊共产党。二战后，希腊流亡政府在英国支持下回国，想解除人民武装，希腊共产党随即反抗，打得政府军节节败退。希腊求英国帮忙，可英国自身难保，当年2月就宣布停止援助希腊和土耳其。美国立马接受，他认为若希腊、土耳其被苏联控制，苏联会掌控地中海，掐住欧洲能源命脉。于是总统杜鲁门提出援助受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，这标志着美国放弃孤立主义，开始正面抗苏，也跻身国际政治中心。1947年6月5日，美国国务卿乔治·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演讲，正式提出援助欧洲的构想，称美国愿帮世界恢复经济，但欧洲得自行制定统一计划，且计划不针对任何国家，苏联和东欧盟国也能参与。马歇尔计划构想一出台，英国、法国等16个欧洲国家迅速响应，苏联也收到邀请。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带代表团去巴黎磋商，一到却发现美国早设了陷阱。美国的条件很苛刻，受援国要取消关税壁垒，放松外汇管制，限制国有化，70%以上援助资金需买美国商品，还要接受美国监督，提交资金使用报告，允许美国顾问进入关键部门。此外，欧洲得联合制定计划，成立机构协调，不能各自提要求。对小国来说，有美元拿这些不算事，但苏联是计划经济大国，根本无法接受。美国这招很妙，苏联接受就会被经济之谜，不接受就成分裂欧洲的罪人。而苏联不参加本就在美国计划里，最终苏联拒绝，还施压东欧盟国退出，波兰、匈牙利等本想参加的国家只能放弃，这加深了苏联与盟友的矛盾，也暴露了其家长作风。后来苏联搞莫洛托夫计划对抗，成效却不好。马歇尔计划靠美欧各自成立的机构执行，一个提需求，一个管落实。欧洲成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，负责协调需求，制定重建计划，推动贸易自由。美国成立美国经济合作署，负责审批项目，监督资金，采购美国商品，还管理对应基金，这是计划的灵魂。操作简单高效，比如某欧洲国家想发展钢铁业，先向 OEC 和 ECA 申请采购铁矿石设备，审核通过后 ECA 从美国采购物资运过去，该国再转卖给国内企业，企业用本国货币付款并存入对应基金，基金中 70% 需买美国商品，30% 可用于修港口、机场。美国给的不是现金，都是实物，从粮食、药品到机床、生产线，几乎给了西欧一套重建物资。
除了物资，还有人才交流。数万欧洲工程师、经理官员去美国学技术和管理，数百名美国专家赴欧洲指导。比如美国专家向法国农民推广杂交玉米种植与机械化耕作，让法国玉米单产从1947年的150公斤升至1951年的300公斤，粮食总产量增长 40%。荷兰壳牌公司借美国技术，将原油提炼率从 60% 提升至 85%， 这些都大幅提升了西欧生产效率。到1951年计划结束，西欧经济彻底改观，工业产值比1947年增长 60%， 西德更是增长 100%。罗尔区钢铁产量从300万吨升至1500万吨。西欧各国间贸易额增长 120%， 与美国贸易额增长 70%。英镑、法郎、马克趋于稳定，通胀从 30% 降至 3%， 失业率从 20% 降至 4.5%。长远来看，这计划推动欧洲一体化，为欧盟打下基础，美欧联系加深，成了北约的基础。更关键的是，计划要求用美元结算，让美元成了西欧贸易和外汇储备主力，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从 20% 升至 60%， 正式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。美国搞这计划，确实想缓解生产过剩，控制欧洲，但也实实在在帮西欧发展经济，提高民众生活。而苏联强管东欧，没把口号变成实际好处，导致东欧长期贫困，盟友离心。马歇尔计划的妙处在于美国主导却实现双赢，美国卖出过剩物资，拿下欧洲市场，欧洲获得重建物资和技术。美国擅长建体系，让其他国家加入，虽需让渡部分权利，但能拿到好处。脱离体系可能连好处都没有，这是美国长期获利的关键。可后来美国不愿分享利益，只想自身多赚甚至独吞，别人不乐意，他就用军事威慑、科技封锁维持，行为也越来越像霸权。